的忧伤，蔷薇的芬芳，泪落两行。伤掩盖或遗忘，阴谋和真相，谁来担当？剑缠绕在心上，挥不尽荣光，如泣如偿。叹命运太跌宕，怨气太痴狂，像梦一场。这恩怨难断，岁月总难当，豪情壮志与天地共享。无畏无惧，携手闯，飙到地老天荒。当硝烟散尽，跌落尽时光，若只真只幻，热血燃沙场，一路笑傲，死也八荒。莽荒之上，日出东方，俯瞰众生何苍茫。莽荒之上，侠骨柔肠，不负天下和理想。当年，为父一时失手，输给了纪宜川，与族长之位失之交臂。本以为你天资卓越，野心勃勃，定能继承族长一位，所以才收养了你。可你呢？哼，不要说光宗耀祖了，你简直是列家一脉的耻辱！我真后悔，当初怎么就收留了你这么一个废物？唉，也罢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当年你的生父就是一个败类。不许你这么说他！不许说！岂能我告诉你，若不是当年我好心留你一命，你早就跟你生父一起死了。你，龙儿，为父也是怒气不争，语气重了点儿，你理解为父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陈子令。对了，这就是陈子令。给你。不，爹我。傻孩子，你知道这是为父花了重金，请赤明界域最高明的神偷盗来的。陈子令应该在纪宁那儿。您刚刚说这是您花重金请人偷窃来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你吗？你一定要当成纪氏的族长啊！这陈子令是对外宣称纪氏权益的器物，谁拥有了它，就等于拥有了纪氏所有的地域和所有的原石矿脉。你知道原石矿脉对修道者有多重要吗？它可以
大大提高练功的速度，事半功倍。赤明界域，人人看得眼红啊！只要我们开发原石矿脉，就能富甲一方啊！到时候，我再推你到族长的位置，那季宁不就不？爹，这拿着。冬儿啊，你爹骂你，是恨你不争气。你一定要成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要当成季氏的族长。到那个时候，谁都不敢看不起你。你明白为父的苦心吗？啊？去吧。好好利用它。自从族长为保护季氏身亡，季氏一直全龙无首。如今季氏夫人又已仙去，我们必须推举出一个新的族长。经过长老们协议，一致推荐季宁继任新任族长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好，同意，季宁，好，季宁，同意，季宁，好。谢谢各位的抬爱，但各位长老，目前我身为黑白学宫弟子，正值求学阶段，无法离开学宫，实在无法处理族内事务，也不可能担当族长一职。我认为季农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。季农，我看不行吧？不可能行，他何德何能啊？他不行啊！你想想看，季宁啊，他怎么？安静！季宁，你继任新任族长一事是众望所归，你为何又举荐季农呢？各位，矿脉一战历历在目，相信各位还记得，在我们季氏生死存亡之际，是季农为了保护我们季氏浴血奋战，还差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。而后，是他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陈子令，我们季氏才能保住我们的土地还有主权。在我看来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季农更适合担当族长之职。季宁啊，你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啊！我们季氏这次能顺利度过矿脉一战，季农贡献颇多呀。季长老，此言不妥吧？季农确实是有贡献，可是季宁又何尝没有呢？九火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列长老，你明明知道季农没有我季氏血脉，他怎么能够胜任族长这个重任？如果让一个外人领导我族，恐怕会让别的氏族笑话我季氏无人了吧？你是啊，更何况季农被逐出黑白学宫之事人尽皆知，如果这样的人当了族长，以何服众？你对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族长啊？不能服众的，那不能叫族长学啊！族长就是。不能影响台前的姐妹同志他。大家安静一下。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既公平又服人。大家都知道，农子道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是他带了雪龙山人前来灭族，杀了族长，也杀了季夫人。这件事我们忍无可忍，更不能让农子道逍遥法外。我们立个规矩，谁
先杀了农子斗，谁就是族长。哎，说得好，没错，是对，说得好，谁上错好，列长老说的太对了，一切都听列长老的，一点错没有。好，太好了，先杀农子斗，谁就是族长。对，哎，你说什么？够了。好一个济世！20多年来，我一直把这儿当成我自己的家，把你们所有人当成我的家人。无论我受到再多的欺辱和排挤，我都一直隐忍着。为了济世，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，甚至是我的生命，因为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会接受我，把我真正当作济世的一员。但我错了，非我足矣，其心必异。不管我做的再多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永远都是一个外人。季农，你别这么想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想？农儿，季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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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等等我。季农，季农，你何必这么生气呢？我真不希望你看到刚才那一幕。刚才你也听到了，也看到了。从小到大，他们都没把我当成济世的人。无论我做的再多，他们也看不到一丝一毫。可只要我做错一件事，就会受到众人的指责。我对济世忠心耿耿，从无二心，为何会遭受到这样的下场？我无言以对。季农，我看得出你对济世的忠心，但是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们没有权利去制止别人的言论。我们能做的就是不为所动，做好自己。我相信，终有一日，一定会遇到那个赏识你的人的。做好自己，我做的还不够吗？我失去了秋叶和那未出世的孩子，我为了济世出生入死，可曾有过半句怨言？可他们呢？他们可曾有一刻把我视为家人？至少，季宁对你是真心实意的。对，这我知道。可我不甘心一辈子活在季宁的阴影之下，除了出身卑微以外，我的能力并不比他差。可是从小到大，只要有他的地方，就没人能看得见我。我想证明，出身卑微的人，靠自己的努力也能出人头地。季农，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事情，
也没有权利去劝你放弃。但是我真的不希望看你活在这样的阴影里。你和姬宁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，从小在宠爱中长大，怎么可能理解我这种人的感受？你不要这么悲观嘛。好了好了，你不用劝我了。季农，你别这么固执，你这样耍性子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为何不向大家表明一下你的真实想法？我不需要。我现在需要做的是，去杀了农子道。什么？你要杀了农子道？你……对，我要提着他的人头，我要让所有人看看，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做族长。季农，你不要幼稚了。我知道你是在赌一口气，但是农子道他功法了得，你怎可因为这一口气就拼上自己的性命呢？我现在好歹也是论道馆的第一高手，你觉得我的能力比不上农子道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吗？我没有。你别管我了。季农，季农，你走好了，你就一个人去找农子道吧。您刚刚走，族人就开始争夺族长的位置。我想给娘和父亲报仇，可是我法术还没够。不好了，季农去雪龙山了，他要杀了农子道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雪龙山非常强大，但是在这燕山大地，在这赤明王朝，有更多比我们雪龙山强大的氏族。如果我们不跟这些氏族合作，季氏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。所以我决定，从今日起，我们雪龙山要跟无间门合作，一起强大。这两个人怎么会在这儿？这第一杯酒，敬天敬地。这第二杯酒，为我们合作愉快，干杯！许真人还真是爽快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农子道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我等着你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季农还是来找农子道报仇。既如此，今日不如直接杀了他。即使门主追问下来，他也是自投罗网，死在了雪龙山。且慢，如果他今天死不了，到时候门主知道这件事情，怪罪的可是你我。还是静观其变。
季能，赶紧上来！季能，你受伤了？你真的一个人闯雪龙山啊？你太莽撞了！你伤哪儿了？过来让我看看。没事，就受了点轻伤。哦，这些都是敌人的血。季农，你要去报仇，应该叫上我。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那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啊？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。季农，你这不是勇敢，是莽撞。季农，组长这个位子，是你是我，谁来做都一样。但杀农子道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你应该跟我一起商量，而不应该自己冒这个险。组长这个位子，你让给我，我也不想当。我呢，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季农，虽然夫人跟组长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但我也想替他们报仇。行了，大家都饿了吧？季宁，我们去找点吃的吧。好，季农，你先休息会儿。你看看你，总是这么固执。还有你这些伤，都是在论道馆受的吧？我就觉得嘛，那种地方就不适宜久留。你就应该啊，去入个什么道，好好学学才艺才是。秋叶，秋叶。你干什么呀？你看清楚点儿，不是9连。我看你不是身上受伤了，你是脑子被打坏掉了。9连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一直很思念你的那位秋叶，可我只是长得像他，我并不是他呀。而且你也应该知道，我喜欢的人是季宁。季宁跟余薇两情相悦，你天天看他们两人甜甜蜜蜜的，不难受吗？那又如何？他们两个又没有结成道侣，就说明我还有争取的机会啊。人人都有喜欢的权利，不是吗？我从小就被父亲和家人宠爱有加，什么事都不让我做。
可是遇到纪宁哥之后，我觉得我变勇敢了。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人，能让我奋不顾身，想去守护他，去爱他，竟然是件这么幸福的事情。虽然有时候看他和于薇姐在一起，心里会酸酸的，挺不是滋味。可是他就那么一笑，就对我那么微微一笑，我就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纪宁，她真是幸运。不过，追逐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会很辛苦。感情这种事吧，其实，哎，我也说不太清楚了。我也搞不明白。我先回去了。你不能走，你伤还没好呢。再说，纪宁哥和于薇姐他们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没关系。我好歹也是位医者，而且你身上又有伤，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把你放走呢？哎，你别管我了。不许走！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我先回去了。这是什么？陈子令，这怎么会在你这里呢？你竟然偷了纪宁哥的陈子令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我没有。亏我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心里话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什么都抓不到。你太棒了，我们有鱼吃了。厉害吧？九莲、季农，我们抓到鱼了，烤鱼吃吧。你看，特别新鲜，刚才还冻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哎，季农，没事吧？九莲，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陈子令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难道不是我偷的？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还在这狡辩，
季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反正这陈子令不是我偷的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别人给我的。谁给你的？我不能说。为什么？是烈伯给你的。看来确实如此。原来是烈伯给你的，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？烈伯是季农的父亲，季农怎么可以指责他呢？不过季农，说真的，只要对季氏好，族长的位置不管谁坐都是一样的，都无所谓的。对我来说也无所谓。不瞒你说，那天开完长老会议之后，我的确很失望，但是我的确松了一口气。我终于把我心中最害怕的事情，一次全部说了出来。你我都明白，季氏没有一个人真正把我当成季氏的人，在季氏除了你、夫人和族长之外，其他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外人。如果你是我，你还会想做季氏的领袖，带着他们出生入死吗？我欠季氏的，在矿脉一战我已经回报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季氏互不相欠。季农，你别这么想。季宁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，在所有季氏人心中，你才是真正的领袖。季农，保护季氏就靠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跟季氏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而我想去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保重。季农。明日就是终极论道了，我不管你们二人为无间门赚取了多少黑白丹，我想要的，你们应该都清楚。属下明白。属下明白。季农现在状态如何？自从他从季氏部落回来之后，就独自一人闭关修炼，不再与人联系。那这么说，他为明日的终极论道做足了准备。这还不好说。虽然说季宁在雪龙山发现了我和水翼是无间门的人，不过照现在看，看起来还算正常。那就好。季农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什么时候才会加入我们无间门。自从季宁从季氏回来以后，都是这样没日没夜的练，身体怎么吃得消啊？玉薇姐，她最听你的了，你劝劝她吧。他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劝他会听吗？那也不能这么一直看着他呀。父母双亡，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，我理解。就让他发泄一下吧。发泄是可以，但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他不就是想报仇雪恨吗？对了，月薇姐，你在学宫待了这么久，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可以速成的法力吗？我劝你想都别想，凡事都得脚踏实地，欲速则不达，越是速成的东西就越容易走火入魔。我就是问问。问也不许问，我走了，你陪着他吧。
哥，你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知道民间有一种修炼的方法，是快速修炼的法门，半个月就能达到效果，3个月就能成为顶尖的高手。真的。静宁哥，你看看这个。世上有2种修炼方法：剑法和遁法。剑法是逐步修炼，一点一滴积累，30年小成，50年中成。要练到大成功夫，需要90年。90年？啊！90年，不得练得头发都白了？遁法是极为快速的修炼方法，这是一种极端的修炼方法，10天就能够见到效果，3个月快速达到顶级高手的水平。遁法分为男功法和女功法，分别修炼，还需要法器的加持和大量辅助修炼物品。我看看，辅助的用品有阴阳书、凤凰羽毛、神仙土、惊蛰节气的露水5滴，出生5天的男婴的头发。这怎么弄啊？太难了，这也。这个速成的方法，肯定有它的弊端。虽然我很想报仇，但是我不能失去理智。我决定了，我还是循序渐进吧。金宁哥，你这话说的跟于薇姐一模一样。那要是不按照这上面的修炼，就需要吃好多好多的黑白丹和喝好多的原液酿。虽然需要的特别多，但是至少是安全的吧。大量的黑白丹和原液酿，有方法。从今日起，便是我论道馆的终极论道。这次报名的选手，全都是市民界域的顶尖高手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现在，我们有请明龙出场。明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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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龙。我们的首场论道，由明龙对战技农。技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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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技农。大家尽情的下注吧。我下去，我买这个，我买这个。技农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押明龙。说来话长。技农哥不会真的要打纪宁哥吧？他连兄弟情谊都不顾了吗？看他这个眼神，是真的要打。他们两个这是决裂了吗？难道这段时间你一直留在这儿？对，这里可是赌场，不是久留之地啊！我下金龙，我押这个，我押明龙。明龙怎么下？快点！你在黑白学宫提升自己，我在这边提高修为，目的都是一样的。我为什么不能待在这里？这里很危险。危险？你不也来了吗？技农，技农！
比赛正式开始。季农，我不会跟你打的。我就想知道，这段时间我们谁进步比较多，谁比较强。强！季农加油！没事吧？喂！你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？他根本没有尽全力。季宁，今天我胜之不武，我们下回再打一场。季农，你季农。季农他怎么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你们好歹也是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他怎么可以下这么重的手啊？就是，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这样？不是，他也没伤到我，你看我也没有受伤，是吧？你呀，你就是个木头。我看这个木头的称号，应该给你才是。怎么了？主人怎么气呼呼的？哦，没什么。手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季农打的，在论道馆。你少说两句。季农？不是，是个意外，不用担心。谁担心你啊？早就说过让你不要去论道馆，你非不听。现在好了吧？接着，哇，他不会是给你送药的吧？他怎么知道你受伤？我不是去论道馆吗？多多少少总会有一点伤吧。玉薇姐不是不同意你去论道馆吗？那她为什么给你送药啊？我的心里住着一座城，你是城里的那一扇门，我们牵着脚注定的绳，穿过一眼又一瞬红尘，手上握着万千山河，也不及你一抹红唇。你的笑让星辰都触动，你锁眉把大地都惊动。我不想做什么英雄，只愿把环绕在你手指中，
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。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。